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女顶流迪丽热巴的复杂上位史和她背后不得不提的大金主。所谓高树迷因，独木不邻，人这般俗物亦是如此，不爱敞亮地，尽喜欢往堆里扎。想来树大好乘凉，圈子好养人。于是圈层文化应运而生，你所处的圈子便能决定你的高度。而像娱乐圈这样的名利场，更甚，顶流与底层所隔千山万水，然也不过在资本大佬的弹指之间。在娱乐圈，资本的掌权者能够斡旋乾坤，搅动风云，明星们就像是池中之鱼，依水而生，是龙是鲤，全凭资本摆布。京圈大佬与大萨密们。首先，我们来聊一下京圈，它就像一只神秘的大手，可以撬动大半个娱乐圈。中国的文艺圈主要分成北京文艺圈、西北圈、东北圈、香港圈和台湾圈，而其中北京文艺圈又称之为京圈，对文娱界影响最大。所谓京圈，它不只是一个圈子，更是一个强大的关系网络，汇聚了人脉、资源及资本的大圈。混圈之人皆是大佬，包括著名演员、导演、编剧以及富豪名流，而有影响力的导演和编剧就占据全国80%之多。这个圈子始立于80年代中期，由一批北京的大院子弟组建而成，他们多是父母辈迁入北京的军二代或官二代，并不是北京土著。这些人从小生活在北京大院，且拥有军政文工团或者81制片厂大院等部队文艺机构背景。京圈最早期的代表人物有王朔、郑晓龙、叶京、马未都等人，以及后来加入的冯小刚和赵宝刚等。当然有京圈太子，那就有京圈公主，像徐静蕾、刘备、王子文等大萨密，都是京圈大佬力捧的女人，包括千禧年之后的杨幂。京圈的造星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强大，可以说被照服的女演员想不红都难。随着90年代女演员的一一退场，年轻一代小花逐步入主东宫，得到京圈大佬的青睐与支持。紧接着杨幂、郑爽等人开始迅速翻红。2011年，杨幂凭借古装电视剧《宫》登上事业的巅峰，成为炙手可热的4小花旦之一。与此同时，片约、广告、综艺等通告朝冲而至，杨幂更是应接不暇，最忙时候甚至创下一年拍11部戏的纪录，被称之为业界劳模。头脑精明的杨幂开始利用自己的人气及知名度，另起炉灶，成立工作室，也就是嘉行传媒，像刘晓庆、范冰冰一样，自己组团盘资源，操作幕后，实现事业的大跃进。此时，北京土生土长的杨幂开始尝试打入京圈人脉圈。聪明且善交的杨幂深得扛把子冯小刚的欣赏，他曾公开夸奖杨幂是个有意思的人，不论自己说什么话都能够接得住，完全都不掉到地上。通过与大佬们的接触，杨幂认识了更多的资本大佬，为自己的公司成功吸引了更高的投资，这就包括赵宝刚5亿资金的注入，进一步实现了嘉行传媒成熟架构的组建。对于公司的整体商业运营，杨幂时将大权交给专业人员，著名经纪人曾家是公司的实际控股人，而杨幂只是老板之一。嘉行传媒不只专注于杨幂一人的打造，而是挖掘更多的明星，丰富自己公司的产品线，目标聚集在培养流量明星上，最大化开发明星的商业价值。这就要说到其公司最成功的案例，那就是顶流小花迪丽热巴的完美打造。老板杨幂可以说是功不可没，造星能力可见无二。阴差阳错的选择。1992年，迪丽热巴出生于新疆一个文艺世家，她打小就是个美人胚子，带着异域美女的典型特点，五官深邃，身正条顺，又能歌善舞，活脱是精灵。她的父亲是当地十分有名的歌手，属于新疆歌舞团的1级演员，每年大型晚会都会被邀请登台献艺。对于女儿，父亲更是寄予厚望，希望她能继承自己的衣钵，未来从事文艺工作。于是，热巴刚会走路时，父亲便已经开始为其谋划1、2，舞蹈、声乐、钢琴、小提琴等就成了小热巴忙碌的日常。自小，热巴就很乖巧听话，尽管长得漂亮，却从来不娇气，父亲布置的任务，再多再累，她也能咬牙完成。兴许背负了沉重的期望，她总把心事藏在心里，性格变得内向又敏感。上幼儿园时，她就时常被小朋友们欺负，甚至被恶作剧推到臭水沟里，至今留在心里一处伤疤。9岁时，热巴就被带到新疆艺术学院参加考试，这是新疆最好的艺术培训学校，培养过许多的新疆籍明星。
因为年纪小，热巴并没有抱着多大希望，岂料一眼就被老师相中，成功录取舞蹈专业，并开始了长达6年的芭蕾舞、民族舞学习。15岁时，热巴以优异的成绩被内聘为新疆歌舞团的舞蹈演员。因为长相出众，她还时常出现在政府的宣传广告，甚至中学课本之中。女儿如此优秀，父亲甚感欣慰，而一份体面又稳定的工作，算是给女儿最好的安排了。然而，热巴却第一次忤逆了父亲的意思，她不愿意就这样停下，她想继续深造。2年之后，热巴决定继续读书，因为弹得一手好琴，她准备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。然而，在备考期间，她的老师却给了另外一个建议，觉得演员这条路更适合热巴。2010年，热巴思虑之后，决定听从老师的意见，分别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。最终，她被上戏录取，意外走上了演艺之路。纵观迪丽热巴的职业生涯，15年之前，她大多是以配角出现，在各个剧组中跑龙套，即使拥有惊世容貌，奈何无伯乐可寻，只能韬光养晦，等待良机。无论是《风中奇缘》里的骊姬，还是《班书传奇》里的楼兰公主，亦或是《美人制造》里的倾城，也多是打酱油的花瓶角色，同质化角色丝毫无法被人记住。虽然被冠以花瓶印象，但是迪丽热巴骨子里是个能吃苦的女演员，并不如外貌般柔弱，不能扛事。刚出道时，她被荣选参演红色经典电视剧《安娜尔罕》，并饰演善良坚强的贫农家女儿安娜尔罕。18岁的迪丽热巴为了快速进入角色，积极主动地去乡下体验生活，干农活、洗衣服、带孩子等等，亲力亲为，被当地居民称作自家媳妇。打囊而整个拍摄过程更是辛苦，每天在日均45摄氏度的火焰山进行长达10小时以上的拍摄，光着脚行走，常被烫出一脚血泡。一场吊打安娜尔罕的戏，因为保护器具没做好，一边活活抽在热巴身上，下戏时满身血痕。为了不耽误剧组拍摄进度，迪丽热巴生生忍着疼痛继续拍摄。如此坚韧的她，也许只要一个机会就能点亮整个人生。4年一跃成为顶流女星。说吧，这个机会悄然而至。从无名小辈到娱圈顶流，粉丝数量超过7000万，成为商业价值最高的女演员之一。这条路迪丽热巴只用了4年，而幕后推手正是杨幂和她的嘉行传媒。2013年，杨幂开始为自己的工作室寄之深远，准备扩充强大的后生军，以自制剧微时代选角为由，广纳良将。迪丽热巴被一眼看中后，陆续招入高伟光、张彬彬、祝绪丹等人。而迪丽热巴被嘉行传媒作为重点培养对象，以杨幂2号的发展路线，集中资源铺路造星。之后，杨幂开始带着迪丽热巴上戏，并在当年热播剧《古剑奇谭》中争取到天真可爱的小师妹芙蕖一角，其中人物造型更是为迪丽热巴量身定制，完全凸显出她的天人美貌，让观众印象深刻。2015年，杨幂产后复出后，全心全力投入事业中，对迪丽热巴的提携更是成为其工作重点之一。同年，杨幂为迪丽热巴拉到都市爱情剧《克拉恋人》的资源，饰演女二高雯一角，其中戏份与女一唐嫣不相上下。为了捧红迪丽热巴，嘉行传媒可谓是不遗余力，整个宣传不惜踩唐嫣，甚至黑杨幂，来为她争取曝光度和话题度。这期间，还传出了杨幂和唐有意翻船的消息。面对这次机会，迪丽热巴倒也争气，提前几个月就开始默戏，以求最快进入角色状态，甚至在拍摄过程中错过见到姥姥最后一面，成为一生的遗憾。她的努力也将一个高冷美艳、鬼马精灵、略带精分的大明星高雯出演得入木三分，还被赞誉是中国版的千颂伊，其呼声远超过主角唐嫣，观众好感度暴增。这部剧中，迪丽热巴的演技确实可圈可点。孙红雷称赞道：“我发现了一个演技很棒、颜值也很高的女演员，她一定是个汉子。”欣赏，加油关注。凭借这部剧，迪丽热巴赢得了2015年国剧盛典最受欢迎新人女演员奖，星途一片大好，演艺事业正式步入正轨。此后，迪丽热巴摆脱了女配的资源，女主资源接到手软。接下来，《傲娇与偏见》《麻辣变形记》和《漂亮的李慧珍》等电视剧，让她一步步走入观众视野，为其拓展超高的人气。2017年，杨幂演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也是带上李热巴，整个戏份和排位都很靠前。剧中九尾红狐白凤九的造型更是惊艳四座，美到窒息，而她所饰演的纯美灵动、真心无畏的小狐狸，
更是让她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奖的提名。至此，迪丽热巴走上了事业巅峰，一跃成为一线花旦，也成为商业价值与杨幂平分秋色的女星。继而，越来越好的资源不断倾斜过来，国内2大热门综艺《奔跑吧》和《极限挑战》纷纷找到她，邀请她作为常驻 MC， 可见其热度和话题度有多高。4. 事业遭遇滑铁卢，然成也家行，败也家行。在资本力量的摆布下，行船复船，只在潮汐之间。4年之间，迪丽热巴几乎处于全年无休的状态，疯狂在扎戏，一年连上几部戏，几个剧组轮番转，多是被安排自家的口水剧中。嘉行传媒的一贯做法就是只关注艺人流量，极少关注作品。这类口水剧的共同特点就是清一色的美女帅哥，玛丽苏式故事情节，将人设立好，颜值不掉线，就是演员发挥的最大价值。然而，迪丽热巴长期接下这类闺门旦式角色，逐渐程式化的表演十分危险。虽有热门 IP 保驾护航，但长期以往就是在消耗自己的观众好感度。其次，最可怕的是就是公司的盘剥。嘉行传媒的签约演员身上都绑着一条硬性条约，那就是出去接戏的演员都必须带上自家其他演员。而这样的要求对演员来说十分被动，对于正规的剧组来说，不可能无故接受一次性5、6个演员的空投，这就让演员毫无选择权。一次采访中，迪丽热巴被问及有无完整的选择权，她回答说没有，所有剧本公司要先筛选一遍，她能选择的很少。2018年，凭借先前积攒的超高人气，迪丽热巴与刘涛、孙俪、杨紫等实力派演员同台竞技，争夺金鹰女神的称号。最终，凭借电视剧《漂亮的李慧珍》杀出重围，摘得金鹰节优秀电视剧奖，同时荣膺第12届金鹰女神。如此殊荣，对于演员来说是极为珍贵的。然而，这个荣誉却将迪丽热巴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，很多观众认为她德不配位，不堪拿奖，觉得主办方有黑幕。确实，她主演的《漂亮的李慧珍》豆瓣评分只有 4.6 分，而同期小花杨紫主演的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豆瓣评分 7.7 分，明眼人都能看出好坏。原本是一件荣耀无比的事情，却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味。迪丽热巴甚至被嘲笑试水后，更加没想到的是，对她的事业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。2019年，她几乎没有任何影视资源，在参加综艺的时候，她无奈地说，已经7、8个月时间没有拍戏了。经过这次风波之后，迪丽热巴的资源开始有所下降，尽管在去年恢复了工作，但是个人及作品口碑还有待提高。最后，希望努力又坚强的热巴，在兼顾流量的同时，不忘根本，磨砺好演技，亮剑而出。毕竟好作品、好演技才是演员的核心价值。为未来期待她有更多优秀的作品，加油！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